佛山現在對打工人越來越不友好了嗎？以前隨便找一份工作都是包吃包住的，現在房租漲、吃飯漲、停車收費、進村收費。以前晚上街頭人山人海，現在不少的這個商場冷冷清清。有人說人都走了，有人說只是回流回到老家了。你明顯感到佛山的人變少了嗎？說實話。工队裁員了，我們焦慮的都睡不着。老公公司每一年放假都會有一筆獎金，原以為有了這筆錢，過年就會輕鬆很多，可萬萬沒想到，前天上班的時候，領導找他談話了，說叫我老公做完這個12月底，今年就不用來了。我們家一直都是靠老公一人掙錢養家，每個月有雷打不動的車貸2500，孩子奶粉，要不是1個月下來也將近1500，我又全職在家帶娃，沒有收入。哪怕我們1個月伙食費控制在1000左右，但1個月下來也要花上好幾千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高，在佛山。今天我来到了荣桂华口村的街头，我被这個路邊的這一幕驚呆了。給你們看一下，因為我遠遠經過這裡，看到圍了一大堆人，走近一看，原來都是招工的和找工作的。現在已經是5月份，我真沒想到有這麼多人還失業，沒有找到工作。往年真的這個時候沒有這麼多人找工作的，現在廣東已經是30多度的氣溫了，看到這一幕真的很心酸。2021年，我來到佛山南海區，開始我的大學生活。就在今年年初，我出來工作實習了，我選擇留在佛山。真沒想到，一待就小半年過去了。我目前在4級小公司做跟單文員，規模很小，只有5個人，工作內容很簡單，老闆同事都很好相處，沒有那些惹人心煩的條條框框。但這邊不管吃住，也沒有任何補貼，公司全額承擔我們個人的社保，但沒有公積金，是父母所說的好工作，早9晚5點半，但我每個月到手工資只有3500。你是不是也覺得這個工資低了點？我想問大家有什麼工作推薦的嗎？就是我在佛山已經找了好幾個月都找不到合適自己的工作了，我是已經失業了好幾個月了，是已經找那種山窮水盡的階段，就你知道你很焦慮的，每一天找不到合適自己的工作，就你會覺得真的很焦慮。曾幾何時，佛山是珠三角最繁華的製造業重鎮之一，這裡工廠林立，機器晝夜運轉，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者湧入這座城市尋找機會。佛山過去的台商數量非常多，甚至可以說是珠三角台商最集中的城市之一，僅次於東莞、昆山等傳統台商重鎮。然而，近年來，當台商陸續撤離，產業鏈外遷，佛山逐漸失去了往日的活力。最先變得安靜的是那些曾經燈火通明的工業園區。過去上下班高峰時人潮湧動的廠區門口，如今行人稀少。一些曾經車水馬龍的街道，如今顯得格外冷清。還在苦苦支撐的店家，常常一天也等不來幾個顧客。一位留守的便利店老闆無奈地說，以前靠工廠員工買煙買飲料，一天能有幾千元的流水，現在廠子搬走了，人沒了，生意自然就死了。我老公現在已經辭職在家已經半個月了，其實也可以說是失業半個月了。我也能感覺到他有點變化。他最近問的我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，他說我現在不能掙錢了，你會嫌棄我嗎？我說不會。其實我不是在安慰他哈，我是心裡是做的是真心實意是這麼想的，我也是這麼說的。現在我老公他一時沒有收入，但是我不會忘了他這幾年的付出，為了這個家。我老公他從來沒有拿過父母一分一毫，全部都是一個人承擔家庭的開銷，承擔了所有的債務。博主說，老公工作再累，從來也不會對他抱怨一句。他之所以辭職，並不是任性，而是壓力真的大到撐不住了，才不得不放下那份工作。她坦言，家庭的重擔不能總讓老公一個人扛着，更何況兒子現在也大了，馬上就要上幼兒園了。她覺得自己也應該出去上班，分擔一些壓力。她想讓老公在家好好休息，調整狀態，等他恢復過來後再出去工作。比單休更讓人噁心的是月休4天，前2天才聽說單休比雙休多上7年班。
在佛山失業3個月的我，在這個雙休荒漠，我連單休的工作都沒有找到，只能去面試月休4天的了。雖然說聽起來跟單休差不多，但單休1個月起碼能休息5天，月休4天真的是人幹的嗎？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周1到周6都很痛苦，周日一醒來就中午了，玩回手機就天黑了，吃個晚飯又開始痛苦明天的上班了。這份工作我幹了8個月，發燒了2次，感冒了3次。博主坦言，這種工作讓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，毫無幸福感可言。他寧願找一份薪資低一點但能雙休的崗位，起碼能調理好身體，讓日子有個奔頭。我萬萬沒想到在佛山找工作是那麼難，在這個出門就能遇到老鄉的地方，我承認我迷茫了。我只是想找一份月薪5000塊，晚上不加班的工廠就那麼難嗎？來到招聘的地方我已經看膩了，我待在旁邊看我姐看，她說那個廠還可以，我們就出發了。來到了工廠大門了，激動的心，顫抖的手，結果進裡面去看，我還是失望了，又是黑黑的5金廠。有那麼一瞬間真的很恨自己，恨自己是一個如此沒用的人，連一份工作都找不到。我老公在惠州跑全職外賣，他常跟我說，現在跑外賣不比從前，單子少，競爭大，為了多掙點生活費，撐起小家，他從來不肯早下班，寧願多而一會夜，多跑幾單。廣東的深夜還是有點悶熱，我早早給孩子開好了空調，2個小家伙已經安穩熟睡了，家裡安安靜靜的，他沒回來我也睡不着。眼看11點多，估摸着他快回來了，我就進廚房給他簡簡單單煮1碗麵條，再煎2個雞蛋。博主說，她一直等到半夜12點多，老公才拖着一身疲憊推門進來。她奔波忙碌了13個小時，扣掉保險，只掙了253塊。家裡的每一分錢都是靠汗水一點點換來的。看着老公滿臉的倦意，博主心裡有說不出的心疼。老公坐下來，大口吃着剛煮好的熱麵。博主默默的希望這份簡單的溫暖能驅散他一天的勞累，讓他覺得所有的辛苦都沒有白費。大家好，你們有沒有發現佛山近2年外地人口越來越少了，好像流失了很多外地人口啊。白天大街上除了跑外賣，還有這個開摩的的師傅，連閒逛的人都少了很多。還記得10年前剛來這邊的時候，這邊人口那時候還是特別多人，特別繁華哈。當時星期天去天佑城逛的時候，感覺去那個裡面超市買東西都要排了很長的隊啊。現在感覺都沒什麼人了。我今年40歲，小孩11歲，在廣州中年失業了。我已經找了有幾個月工作了，投了幾百份簡歷，就是沒工作。我以前的目標是要在半年內找到工作，但現在好了，已經1年了。身邊跟我一樣失業的人不止我一個，只是我現在是用視頻記錄下來。之前上班是要坐地鐵去通勤的，然後辦公室有人交流。現在失業之後呢，你會發現跟社會上是有點脫節了。如果說我沒有家庭沒有小孩，那我就直接躺平了。但是說如果說你是有家庭的，在廣州你想停停不下來。我說實話，我感覺佛山現在的經濟都比不上一個4線城市。今年的客戶是真的變少了，而且不僅僅是客戶變少了，人都变少了。大把的房子租不出去啊，大街上沒有人，商場沒有人，飯店沒有人，就連農貿市場賣菜的大姐都說現在沒人，那人到底都去哪兒了？現在的佛山大街上送外賣的人一天比一天多，超市裡的人流也是很少，店員比顧客都多，好多餐飲店老板更是血本無歸，门面冷冷清清的，沒見幾個人。外賣小哥和網約車司機也都已經飽和了，平台每天派的單都不夠大家搶。有些人想辭職又怕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，不離職又沒有工資到賬，進退兩難。甚至有些從年初找到現在沒有任何收入，都快支撐不下去。有的找不到工作，迫不得已擺起了小攤，馬路上到處是燒烤攤、炸雞攤，各種各樣。我發現佛山現在就業環境真的不是很理想，很多人上午在辦公，下午就收到團隊解散的消息，原因就是經濟效益不好，業績差。我有個朋友呢，在單位做了1年時間，老闆因為沒錢支付員工工資，也被告了，最後呢只支付了40%，只能被迫無奈回了老家。越來越多年輕人已經開始計劃送外賣、送快遞，甚至很多都是女同志。兄弟們，如果還沒來佛山，或者準備到佛山，這邊找工作的勸你們不要過來了，除非你有學歷，不然很難找到自己心儀的工作。這裡的工作都是外賣、快遞還有騎手，要麼就是服務員，這些還有進廠。跑外賣、騎手那些要租車、租電池，特別坑又貴。工作時間都是12個小時以上的，而且單價都特別低。大致上的很多崗位，我基本都去面試過了，
像什麼人事專員、地鐵安檢員、審核員、健身房學徒婚戀顧問助理，全都是坑。天天招人的工作，就不是什麼好工作。佛山都已經沒什麼人了，街上都看不到幾個人。以前那種人山人海的場景已經一去不返回了，很多大廠都搬走了，有的搬到了東南亞，有的直接就搬回了自己的省會。廣東這邊壓力真的太大了，實體店的生意也是越來越難做，連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佛山不是就業形勢差，而是很多人大專畢業以後去找工作，除了這個主播、銷售、地推、進場、前台收銀、電話客服，好像真的沒有什麼工作了。工資低的呢，不想做；工資高的呢，他又看不上你。有些工資高的能做的，我們又不想做。就比如說這個工地，現在不是我們去選擇工作，而是工作在選擇我們。除非你个人有非常大的个人優勢，上學的時候總幻想着能夠坐在辦公室吹着空調的工作。接下來5月、6月乃至整個2026年，應該是佛山家具圈離職率、異動率最高的一年。不管是營銷還是工廠，我們公司每天現在收到的主動投遞的簡歷不下於20份。面試工廠師傅的，大部分是因為前東家跑路或者倒閉的，然後出來找工作的。但現在這個階段，最尷尬的是做業務的。我這個月光收到的業務簡歷就已經到200多封。現在在佛山失業最多的2個群體，一個是35歲以上的，一個是畢業了但是一直沒有找到工作的大學生。你說啊，跟剛剛畢業的人談經驗，跟有經驗的人談年齡，這個事情本身就有點扯。這個時候很多人就會罵企業、罵老闆啊，資本本身就是逐利的，你罵他們黑心，他都不會多看你一眼。但是我告訴你，無論現在你有多難，你是什麼處境，先不要給自己下結論，也別搞得跟自己活不下去了似的。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，誰能一輩子走個背字兒啊？現在佛山的真實情況說出來你可能都不相信，街上照樣是車水馬龍，但實際上多數人的月薪就這4、5千塊錢。陶瓷、家具這些老製造業都在轉型，智能製造業又被新技術衝擊，很多崗位都在優化、裁員、降薪、收編，這些消息就沒有停過。小公司更加是撐得艱難，說是只剩1個老闆在扛都不誇張。佛山長期以來一直是廣東省台商投資最活躍的地區之一。自1987年第一家台資企業落地以來，佛山累計批准設立台資企業超過1600家，累計投資額超過61至63億美元。近年來，隨着經濟環境變化，製造成本上升，台商將產能轉移至東南亞等地區，佛山的一些傳統製造業開始收縮。去年6月30日，佛山南海一家照明燈飾老牌工廠發布結業公告，宣告終止運營。業內人士表示，這些企業的訂單主要來自美國和歐洲，如今海外訂單驟減，加上高額關稅的衝擊，不少企業利潤被進一步壓縮，甚至不能維持運營。失業的陰影悄悄籠罩着打工人，有人背着行李箱在城裡四處找工，卻發現招聘啟事越來越少。有人在勞務市場站了一整天，最終一無所獲，只能無奈離開。也有人在出租屋裡看着手裡的積蓄，反覆計算還能撐多久。過去那句佛山不缺工作的篤定，如今卻成了讓人心酸的回憶。更令人感到沉重的是，那些曾經在佛山扎根多年的工人不得不重新面對去留的抉擇。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這裡生活了10幾年，已經在這裡安家。佛山不再只是他們打工的地方，已經成了他們的第二故鄉。然而，當工廠關閉，就業機會日漸減少時，他們不得不再次收拾行囊，踏上漂泊的旅程，去尋找下一座能接納他們的城市。而有些人則別無選擇，只能回到老家，重新面對未知的未來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